史特拉斯堡的中央车站，它是用一个非常大的玻璃外壳把旧的建筑物包起来，我觉得比较特殊啦。它从外面看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大的玻璃建筑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就看到了一个应该是史特拉斯堡老城区的地图。我们往史特拉斯堡主座教堂的方向移动，眼前的这个呢，就是史特拉斯堡的主座教堂，它就是以高跟大为闻名。大家好，我是 Aaron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法国的史特拉斯堡，我的正后方是史特拉斯堡的火车站，它是采用漂亮的玻璃建筑，但实际上这个玻璃建筑的里面呢，是包覆着旧的火车站，那个古老的建筑。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火车站的方向出发，前往史特拉斯堡的老城区。这个呢是史特拉斯堡火车站内的自动购票机。但是像我现在这样子直接按是行不通的，我一直想要换语言又没有办法换。如果直接按旁边这个大按钮，又会直接进到下一页。刚好旁边又都没有人可以观察，所以我们研究了老半天之后呢，发现原来它是要用转的，这真的是第一次碰到。想换到哪就转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再按旁边的大按钮就可以了。我们从史特拉斯堡的火车站出来之后呢，直直往前走，就可以经过老城区的外围，进入到老城区。我们等一下先在前面右转，先进去它的第一个景点，叫做小法兰西。我们经过了这个中世纪的新教教堂之后呢，往右边转过来的方向往前走，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法国区。走靠近一点给大家看。它挂在天上，小法国区的一个招牌，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是他们的小法国区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小法兰西地区。那这边之所以叫做小法兰西地区呢，是因为我从 Wiki 上面查到，因为早期这边有一间专门治疗梅毒的医院，然后呢，当时人们称梅毒为法国病，所以那如果你要治疗梅毒的话，就要送到这边这个医院来，所以他们就统称这个地方叫做小法兰西地区。这里是小法兰西的一个蓝河吧，然后从这边往上走呢，走到上面去就可以拍到小法兰西最漂亮的风景。小法兰西地区呢是以河流交错纵横为著名。我查了最适合旅游的季节是夏天跟秋天，那像我冬天来就没有那么漂亮，而且硬要相比的话，我觉得科尔玛又更美一点。好了，我们要离开小法兰西地区啦，接着要前往史特拉斯堡的主座教堂的方向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就看到了一个应该是史特拉斯堡老城区的地图。因为史特拉斯堡它本身是很大的耶诞市集哈，这个是之前我猜可能是之前耶诞市集的时候留下来的地图。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边，接下来就要走到这个主座教堂的方向。大概要走10分钟吧，我们走过去。我们往史特拉斯堡主座教堂的方向移动，然后它因为真的太高了，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它，就可以往它的方向走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古登堡广场，那距离史特拉斯堡主座教堂还有大概200公尺的距离。那我的后面呢，有古登堡本人的雕像，我绕到前面去。那它是干嘛呢？它是这个发明了印刷术，应该是说现代印刷术啦。因为早期中国也发明了什么活字版印刷、什么造纸术那些，它可能是发明了现代的印刷术的这个发明者，所以这个广场以它而命名。好像从这边右转就是那个了。
眼前的这个呢，就是史特拉斯堡的主座教堂，它就是以高跟大为闻名啊。当然它很精致啊，等一下或许可以进去里面看看，它其实雕刻的非常漂亮，连什么雨果啊，就是那种什么大文豪雨果都曾经特别的讲的话称赞它这样。大家看这个史特拉斯堡主座教堂的颜色呢，主要是比较红色哈，是因为当时在建造的时候，他们使用了附近的一座叫做福日山的玫瑰岩来建这座教堂，所以这个教堂的颜色呢都是这种偏红色或玫瑰色。哇，这个排队的人龙都是要进教堂的。那进去这个教堂不收费，但是教堂的门口有一个安检人员会看一下你的包包，看有没有带一些危险物品这样。史特拉斯堡主座教堂内有一座从1547年，距今大概475年前就开始运作的天文钟。这个天文钟每隔15分钟都可以看到木偶的转动。这个木偶有分为孩童、青年、成人跟老人，代表人生的出生、青年、老年、死亡4个阶段。然后整点的时候就会有死神提着斧头出来报时。旁边则是有一个像是许愿池的东西，我看里面被人家丢了很多的钱币跟钞票。在外面排队的人呢，是准备要登那个塔顶的。有2种方式可以上去，一种是自己爬，另外一种是电梯，要5欧元。我们现在穿过那个主座教堂旁边的黄金巷，要前往今天最后一个景点克勒贝尔广场喽。然后也可以到那个广场周边吃饭，那边是商业区。在前面的耶诞树那边就是克勒贝尔广场，现在是没有耶诞市集的，因为我们来的时间不对啊。不过如果是在耶诞节的前后，就我所知，是从11月30号到12月30号，它这边是有一个很大的耶诞市集啊，就在这个广场这边。那这个广场的周边呢，其实也都是商店，比如说你看我右边麦当劳，往前走的是这个大广场。那这个耶诞树超高超大棵耶诞树，我现在还离它很远所以还不觉得大，靠近一点。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大耶诞树。这耶诞树晚上点灯之后也非常的漂亮。正确的说，史特拉斯堡晚上的风景跟白天又完全不一样。晚上点灯后，的确又是另外一番风味。我来的时候已经过了耶诞节约2周左右，都还这么漂亮。很难想象在耶诞节期间，这边会是多么的梦幻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史特拉斯堡的城市导览哦。那史特拉斯堡呢，其实它是有相当多的历史故事隐藏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之后。虽然它也有新建筑，但是跟科马比起来，它的一些比较大型的、比较宏伟的建筑就更令人感到叹为观止。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今天的这个导览呢？那下一期我们就往法国的巴黎前进咯，我们下一期见。